在湖北巴东的前山之中，1000米高的大山之上，竟隐藏着一个天然的山洞，里面不仅建有房屋，至今仍有人居住。这里山势雄伟，景色宜人，下方便是川流不息的江水，宛如一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可谁能想到，在这样绝美的地方，交通不便，与世隔绝，竟有人甘愿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繁华，过着避世而居的生活。他们究竟是谁？是世代相传的山民，还是厌倦尘嚣的隐士？没有现代设备的支撑，他们如何凿石为镜，引水入洞？如何开垦山田？在大山深处，能否实现自给自足？山洞里是否还藏着不为人知的生活智慧与岁月故事呢？接下来，就让我们循着山间小径，一同走进这处秘境，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湖北的大山里，在这边的山脚下发现了一户人家。这家人也太牛了吧，竟然把家安在了一个天然的山洞里，四周全是山脉河流，风景如画。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呢？走吧，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。这里是湖北巴东县的大山里面。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不太确定这户人家到底他住在哪个位置，所以说花费了很多时间。在这条羊肠小道上已经走了将近半个小时了。哇，那里的水好干净呀！这里就是湖北的清江了。湖北是一个水资源特别丰富的大省。你看今天这个天气灰蒙蒙的，像雾霾一样。这里不通公路，想要来到这里，只能顺着这条羊肠小道，一直往山下走。这座山还是挺高的。从下面到山顶的话，大概几千米了吧。这户人家就在这里的，那应该是他们家的土地。那边有一棵柿子树，上面都结了一些柿子，还挂了一件衣服在树上。应该是防止鸟类来偷吃。结得太丰盛了。哎，听到那边有人说话了。我们现在终于到达了这户人家，门是打开的，站在这里能听到家里是有人的。走吧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他们的房子是修在岩洞里面的，好像还是土房。诶，阿姨在那里背着背兜。进入他们家就是一个石梯了，这边是一个厕所，关家具的地方，用石头垒起来的。阿姨在忙吗？这是左家。你有钱啊？你钱我这个喉咙不嫌说话说多的有点那个喉咙。就是日常聊几句。叔叔也在这里。叔叔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这个种田去的。你要去种田是挖红薯。挖红薯啊？哎。那你们就在这玩啊？哎，好好。阿姨，你们在这里住多久了？你们这个房子4、5辈人员呐。 4、5代人呢？哎，4、5辈人员。哦，那你们这里是姓什么呢？姓农。姓农。哎。哦。他爸爸姓田是在这儿的对面。哦，爸爸是姓田。哎。然后你是姓农女就是跟着我姓。女儿是跟你姓的是吧？嗯。哦。你们家有几个小孩呢？
我3个。3个。嗯，那过年过节的应该是很热闹的。很热闹。你们这个房子啊哈，这儿住4、5代人了，像这银石啥会不会有落水下来呀？那这外头不落水，里头有清水。哦，里面还是会清水下来哈。嗯。像你们住在这里有没有遇到野生动物啊、蚁猪啊、蛇之类的？那没得，那都只在外头，这屋里没得。哦，这屋里冷嘛，他觉得那个夏天夏凉嘛。冬暖夏凉。哎，冬暖夏凉。像你们这平时出门上街是怎么去啦？就跟那里跟那上跟上。哦。就跟那爬坡上。阿姨，那你出门哈和回来一次要花多少时间呢？一天。就是一趟，就你出门然后再回来要花多少时间？就我想哈，一般在一天。一天啊？哎，热天的天气长回来早些。哦，就是早上出去，晚上才能到家，对吧？哎。这里走出去大概要1个多小时吧？从你们那到我们镇上要走要5-6个小时啊。那阿姨，你们平时吃的东西都是出去买，还是在这里自己种？自己种啊，也出去买呀。很多东西都是出去买哈，自己种的占小部分是吧？自己像蔬菜这些是自己种哈，自己种。米油回来到街上去买的哈。你们这个洞有多深啊？进去有蛮深啊，脑子红没走出头。没走。但是有亮的基础就在这后头。哦，当时有人走进去是没走到头是吧？哎，我听他们说走了7天7夜都没走出来，是真的呀？哎，是的。哦，我还听说哈，这里面以前是躲土匪的呀，是真的吗？是躲过土匪。哦，你们当初是什么原因到这里来修房子啦？我们说的太太他们就在这里，就土地改革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这里修房子，修到我还那个就是那个土匪，他们把这里盖的都就是烧的，后头的我们这儿有才是后头起的时候。以前这儿烧过啊。就是这房子都是后头修的呀。烧到我们太太就知道打那么点钱了就。就是你们的上一代的上一代。就在这里住的哈，就是太太那一边嘛。太太那边。看到小子墙上有一些标语，当时这个地方是作为什么来用的呢？那是那个标语是那个时候喊的农业大学在那后头住的画的。当时这里面有人在教书啊是吧？学堂对吧？农业大学。相当于是学校。就在底下种开荒，这个坡里砍渣子啊，在上个世纪因为有战争嘛，所以说人们在这里面读书是吧？战争没有，那后来没有，那个时候发生战争，我想哈，那在好几年，我们太太差不多是100多岁呀。你们太太都100。那现在还在世不？现在还在吗？还没有到我们的老的就，我年纪也不小的，50-60岁了的。那你们这地方还是挺养人的。你看你太太不都活了100多岁了？当时这个洞里面这么深，他们是怎么照明呢？在里面读书的哇？就照亮那个读书那个亮是怎么照的？就以前在这里面开学堂哈，学生读书看不到字啊。那这后头看得到啥？那他们主要搞劳动嘛，这下雨搞学习啊，这一早一晚搞下学习啊。就相当于当时的知青下乡啊这种形式哈。对的。懂了，我懂了。就是说白天在这山下这些土地耕种，晚上就在这里学习哈。下雨的时候学习啊，对，下雨的时候。下雨学习。那你们这个地方喝水是从哪里去取呢？那里头。那里面啊？那里面还有暗洞是吧？流水出来。那电呢？通电吗？你们这个地方？我们这通电，那是里头不通电。里面不通电。应该也是刚通电没多久哈。你们这里安定安了多久？安到十几年了。10几年了。那可能在10几年之前应该是没得电的哈。有些没得。应该是有时候是走那个阿姨，你们为什么不去城里面住呢？老子流传的嘛，你要说是在这儿养下羊子啊。按道理说，你的子女们都在城市里面安家了，你们为什么不出去呢？还是喜欢这个地方是吧？觉得这个地方舍不得嘛。在这儿养下羊子啊。住宅嘛，这相当于就是哈。觉得也还就是有田啊。
只有你们一户人家在这里，平时都没有人打扰你们的，还是挺安静的啊。那下头也还有人家的。哦，下面还有一户人家还有哦。你们平时来往吗？平时走动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不知道他这都你忙完他忙他的，我们忙我们的。哦。就相当于现在你们这个房子一路的进驻都是100多年前的哈。你们没有重那新100多年了，这个房子是我们做家的时间，翻新了是吧？修的。哦，这边就没动哈。这边还是他的云谋哈。这儿的是都是太太那个时候哦。重新打的几板墙，原先是雨房。哦，以前是雨房。好像说土里堆的哈，这种房子应该里面不会潮湿啊哈。外头到热天的有点潮湿，都很不大事。哦，就是热天有点点潮湿啊。阿姨，你们在这旁边种了多少土地啊？种的那高头子啊，你们下来那高头。哦，那上面那一片土地是你们的？跟口上是你们监测引导来过来的那个。来的那个那些油菜那些玉米都是你们那地应该是你们的。那就是这个口线是他种的监测引导你们来的那个。我们的就在那个屋跟前，那户人家搬起走了的，我那屋跟前是我们的。你们这下面没有多少土地哈？我们要喂羊子，换打。基本是喂羊为生嘛，对吧？你们这羊子是为了要拿到外面去卖吗？不是拿到外头卖。也喂的不顶多啊，一般人家到过年的时候就来买。就是这周边这些人家户哈，有时候需要买羊的时候就到你们家来买。镇上以内的人，晓得就来买。那我们可以到你这房子周边看一下吗？我们自己走动一下。进这里头去可以，我去喂羊子。好，我们进去洞里面看一下，再出来看一下这外面的建筑。小羊，这边有一只彩色的羊。阿姨们喂的山羊。面，走，继续往前走，进洞去看一下，参观一下。到这里面看一下。好，里面我们不去，就到这里看一下。这里面还接的有电线呀！你看，这里面还接的有电线。这里面的话，刚才阿姨说应该是有灯的，阿姨叫我们别进去太深了，里面有点危险。还有公鸡在叫。你看这些岩石，到处都是洞口。走吧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到阿姨这后面看一下，他们房子是怎么垒切起来的。像我们看到的房子比较矮的这些，有100多年了，是以前知青下乡的时候在这里面修建的。那时候在下雨天就在里面读书，出太阳就在外面干农活。那2层楼那栋房子就是阿姨们刚翻新没多久吧。这边有好几只小羊，他们在认真干饭。阿姨，你们一共喂了多少只羊啊？人家买了2只，其他还有20个羊子。20个羊子。他看他们吃的是什么？吃的玉米面，再就是跟他摊的草。那为什么不放羊呢？那把换，就是那个换的这个羊子，今年要出售的，不跟他打这粮食，他能跑起跑来就把肉跑掉的。怕他出去运动了，把肉跑掉了是吧？要不我们再去那边看一下嘛？可以，你们去嘛。好。这里面还喂的有公鸡吧？这边。对，都是圈养的。
看有2、4、6、8、10，有10多只吧。你看它这里面也是以前那些知青下乡来这里修的房子，这个也是。起床了。你还看得出这里以前是个灶台吧？这石头是最近才掉下来的吧？你看，这边就像以前的学堂，这边还刻有字迹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这里本来就是学堂啊。以前建国开的。以前我们国家有个政策嘛，就是大学毕业以后，都来建设农村，所以说当时叫知青下乡，所以这里面也是一个学堂。你看上面还有一个洞口。我们现在再到院子去看一下，这院子里晒了好多玉米，墙上还有密封箱。他们的房子是2层的，是以前的土坯房，而且上面还有栈道。这个房子，听刚才阿姨说修建没多久，是他们重新翻新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工具，你看这里有3个风筒，一个季度的话，3个风筒应该有60多斤蜂糖吧，蜂蜜。你看上面也还挂了一些玉米。这个应该是劈柴用的，你看斧头在那里。这个形状有点像南瓜。哇，连这个工具、这个铲子都是木头做的，看见没？纯木质结构。好香啊，这木头。这边是一个柴房吧？堆的有一些柴火。以前应该是关养牲畜的。这里就是他们门前的一些土地了。这里是用木头做的栏做的护栏。这泡沫箱里面是番茄，还有韭菜、小葱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你看下面就是一些土地了，也是用铁丝网拦住的，应该是怕山羊进去吃庄稼。你看，在这个位置种了一些蔬菜，就是平时吃的一些蔬菜嘛。这里就带大家看完了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景色还是挺不错的，山水环绕，风景优美，空气清新，是诗人笔下的世外桃源。它不只是诗里的景色，更是几代游子心心念念的故乡。如今只剩下2位叔叔阿姨在这里守着这方天地，白天放羊，喂喂鸡，日子虽然过得简单，但是却满是烟火气。现在过去打下招呼，我们就要准备离开了。
阿姨，我们走了哈。下次有生意再过来看你啊。好，拜拜。打扰你们了，哎，好，再见。好，慢点。哎，好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